这么重口的意大利丧尸片，居然是上世纪80年代拍的。作为丧尸片中的经典 IP， 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看过。光是影片中超前的丧尸妆造就让人目瞪口呆，更别说各种人尸对战的虐杀场景，说它是意大利版活死人黎明也不为过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意大利的丧尸电影《丧尸屠城》。玛丽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地铁站，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戴着面具的诡异男人正不断靠近。玛丽有些害怕，只能埋头往前走。坐上扶梯后，她终于长舒一口气，以为甩掉了对方，结果男人竟从对面走来。对方似乎并没有恶意，只是发了一张电影传单给他。原来小城最近新开了一家电影院，为了造势举办了一场免费的试映活动。尽管连电影名都不知道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玛丽约上闺蜜凯西一起去看电影。傍晚，两人逃课赶到电影院时，这里已经来了不少观众，大家排着队有序入场。在自动贩卖机前，玛丽和凯西认识了乔治和他的好基友大眼哥。不久，戴着墨镜的盲人老王在妻子丽丝的陪同下来到大厅，这里有一个模型，上面还挂着恶魔的面具。老王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叮嘱丽丝千万别碰这个面具。谁知下一秒，这个黑人妹子就玩起了面具，摘下来时还不小心割伤了脸。黑妹不以为意，把面具放回原位后走进影厅，殊不知一场噩梦即将来临。直到电影拉开序幕，台下的观众才知道这是一部名为《魔鬼》的丧尸片。一群年轻人到墓地探险，无意中打开了预言家的石棺。他们没有发现骸骨，而是找到一本日记和一个恶魔的面具。日记上说，戴上面具的人会变成恶魔的工具。男人不相信，结果摘下面具时，脸意外被划伤。看到这一幕，黑妹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脸竟也开始流血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黑妹来到卫生间清洗伤口，可是血怎么也止不住，眨眨眼的功夫，伤口竟鼓起一个大脓包，炸裂后流出恶心的粘液，痛得黑妹失声尖叫。见她迟迟没有回来，同伴妖娆姐找到卫生间，刚进来就看到洗手台上的血迹。找到黑妹时，她正背对着自己，突然一个回头，妖娆姐被她的样子吓傻了，连忙逃跑，但最后还是被黑妹抓伤。妖娆姐大声呼救，可惜没人能帮到她。庆幸的是，妖娆姐最后躲过了黑妹的追击。此时的她哪里知道这是丧尸病毒，怕是马上也要变异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妖娆姐的脖子上也长出恶心的脓包，溃烂后流出了绿色粘液，她痛苦的大叫。可荧幕上的电影恰好放到最高潮的部分，观众根本没有发现异常，都以为电影配音很到位。直到妖娆姐冲出荧幕摔倒在台上，大家才察觉情况不妙。另一边，老王的媳妇丽丝耐不住寂寞和情人幽会，沉醉之时浑然不知死神已经降临。最后两人都被黑妹杀死。凯西告诉玛丽，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和电影里的神同步，简直太邪门了。说话间，妖娆姐当众尸变，指甲变长，牙齿变尖，就连舌头都变得和吊死鬼一样长。紧接着，丽丝情人的尸体从天而降，这下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慌了，开始四散逃跑。殿后的老头很快悲剧，老王失去丽丝等于没了拐杖，结局可想而知。观众们发了疯似的逃向电影院门口，结果彻底傻眼。好端端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堵墙。眼看一切乱套，光头哥呵斥众人不要慌，赶紧去找紧急出口。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齐刷刷冲了出去。期间，穿蓝色连衣裙的女人不知怎的被一旁的杂物间吸引，独自走进去查看，结果被黑妹抓了个正着，死得非常惨烈。乔治和大眼哥听到动静赶来，试图将黑妹关在杂物间，没想到对方力大无穷，好在光头哥等人路过，几人合力这才成功。凯西告诉大家，这部电影很邪，发生的一切很可能都与他有关。光头哥赞同凯西的说法，而且丧尸危机爆发后，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也全都消失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们决定关掉电影，来到放映室，里面没人，所有设备都在自动运行。光头哥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开砸，一顿操作后，电影总算停了。可危机能彻底解除吗？当然不能。
一行人回到影厅，遇到瞎了眼的老王。没错，他居然没被黑妹杀死。老王说，一切和电影没有关系，而是这家电影院受到了诅咒。担心丽丝会尸变，光头哥连忙拖走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尸变的老头突然窜了出来。光头哥人高马大，几招过后，老头被他推倒。不成想不偏不倚压到躲在座位下方的妹子身上，哐哐一阵乱吐，场面十分下饭。为了挡住外面的丧尸，他们拆掉座椅挡住入口，紧接着开始砸墙，希望能找到出口。想不到的是，墙的外面还有一堵更厚的墙。见状，大部分人的心态都崩了，没办法，只能返回影厅再从长计议。然而这对小情侣不愿坐以待毙，于是爬进通风管道，两人一伸进，殊不知怪物紧随其后。没过多久，和丧尸来了个贴脸杀。电影院外，4个小混混为了躲避警察，跑进一条死胡同。就在他们以为走投无路时，电影院的门居然自动打开，几人想都没想，立刻躲了进去。等警察追过来，门已经打不开了。这时耳边传来动静，警察循声走去，没想到竟是老王，他已经尸变。警察连忙开枪，打没打死另当别论。小混混在电影院里四处乱窜，金发妹看到镜子，不忘补个妆，不料被身后的丧尸偷袭。听到声音，丧尸们瞬间躁动，集体出动寻找猎物。困在影厅里的人听到脚步声，以为等来了救兵，兴奋不已地搬开座椅，没想到放进来的全是丧尸。一时间，绝望的哀嚎声回荡在整个影厅。面对狮群的疯狂猎杀，人类毫无反击之力。最后，只有4位主角逃了出来，但凯西明显不对劲。起初大家以为他只是吓坏了，直到凯西认不出大家，并且瞳孔变色，大家才意识到他开始变异了。关键时刻，大眼哥毫不留情把凯西送上了天。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，一个怪物竟然从凯西的后背钻了出来，大眼哥防不胜防，胸口被怪物抓出3道血痕。不想变成行尸走肉，大眼哥恳求乔治杀死自己。拿起从模型上取下的长剑，乔治手起刀落，送走了大眼哥。完事后，乔治骑上模型旁边的小摩托，手拿长剑，带着玛丽杀出一条血路。没人能在我的主角光环下打败我。尽管狮群将2人包围，却没人能伤其分毫。就算乔治不小心翻车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长剑在手，不开眼挡路的丧尸全被乔治轻松解决。看着眼前霸气侧漏的男人，玛丽春心荡漾。突然，天花板上传来引擎声，说出来怕你不信，一架直升机掉了下来。利用上面的装备，乔治带着玛丽顺利逃到顶楼。就在2人以为死里逃生时，之前发传单的面具男突然出现，一脚把乔治踹了下去。幸亏眼疾手快，乔治抓住一些露出的钢筋，面具男准备补刀，完全不把身后的玛丽看在眼里，结果吃了大亏，被玛丽狠狠捅了一叉子。来不及反击，直接被爆了头。2人逃到大街上，发现整座小城都已经沦陷。看来老王不仅没被警察杀死，还传播了丧尸病毒。在狮群追上来的最后一刻，乔治带着玛丽幸运地搭上幸存者一家的顺风车，踏上寻找避难所的旅途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玛丽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丧尸咬伤，说尸变就尸变。危急关头，一直暗中观察2人的小男孩开枪射杀了玛丽。故事最后，乔治带着些许遗憾和幸存者们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本片故事出自80年代知名编剧达里欧·阿金图，他曾经和罗梅罗合作拍摄了经典丧尸片《僵尸的黎明》，并在当年获得了不菲的票房收入。因此达里欧又跟兰博图·贝瓦导演合作拍摄了《群尸屠城》系列。作为一部古早丧尸片，影片很多镜头尺度非常的哇塞，特效装在当时也堪称一流。无论是创意、布景、音乐还是惊悚效果，都是80年代丧尸片里的佼佼者。尤其是电影浪漫魔幻主义的叙事手法，更是在拥挤的丧尸片领域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